大家好，由於 Obsidian 系統的設計是使用模組式的組合方法來運作的，因此當我們發現了有更方便的社群外掛的時候，就可以利用這些社群外掛來取代核心外掛的功能。今天就介紹了4個可以取代核心外掛的替代性的外掛，分別是 Better Command Palette、Another Quick Switcher、File Tree Alternative 以及 Quiet Outline。以下就來看一下這4個社群外掛到底增加了哪一些方便操作的地方，以至於我們可以拿它來取代核心外掛。在影片的最後，我也會介紹如何在 Obsidian 裡面來執行取代核心外掛的一個操作。以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Better Command Palette。Better Command Palette 呢，就是来取代命令面板的。那透過這個命令面板，它可以提供更多方便的地方。比如说，我最近執行過的命令，它會排列在最上面，因此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再重新執行剛剛執行過的命令。然後也可以使用 Ctrl+I 這個按鍵，把非常罕用的命令從提示的這些列表裡面呢，讓它取消掉，讓出現的這些項目可以變少，更方便我們来搜尋需要的這些命令。同時，它也可以直接在命令面板上面直接就做檔案的搜尋，就是在輸入命令的地方呢，直接輸入一個斜線就可以。這個就是 Better Command Palette 的外觀，可以輸入斜線以後，就可以來找要找的檔案。這個就是直接在一個面板裡面把執行命令跟檔案搜尋都放在一起。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它的斜線之後的這個檔案搜尋速度有點緩慢，因為它是每打一個字就立即去做過濾，因此速度有比較慢。除了這一些功能以外，在它的設定裡面呢，你也可以自行去添加巨集。有了這個巨集以後，就能夠更方便的對命令來做直接的執行。那這是 Better Command Palette 可以提升我們在操作命令時候的一個便捷性。接着來介紹 Another Quick Switcher， 它就是取代快速切換這個外掛，只要按下了 Ctrl+O 就會出現它的畫面。那在這個畫面上面可以看到它右上角這邊會有顯示目前搜尋的方法。它有很多不同的搜尋的方法，比如說有檔案的，還有最近開啟過的檔案，或者是經常使用的收藏的檔案等等，都可以直接做不同的搜尋。不同模式的搜尋呢，可以使用快捷鍵的方法，或者是使用命令前缀的方法來做切換。比如說，現在假設要從 File Name Search 把它切換成最近開啟過檔案的搜尋的話，就可以輸入它預設是冒號1，但是我把它改成了斜線 R。只要輸入了斜線 R 以後，可以看到它右上角就會切換成是 Recent Search， 就是你目前開啟過的檔案呢，它就會列出來。列出這些檔案以後，還有一個很常用的按鍵就是 Alt-O。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提供的按鍵比核心的快速切換多了非常多的功能。我經常用的是這個 Alt-O， 它可以把目前游標所停留的這一個檔案用背景的方法開在後面。假設我要開啟這個 OBS07， 我先把後面的這些檔案給關閉，再來開啟一遍斜線 R。然後假設我要開啟這個 OBS07 這個檔案，以前我就是按 Ctrl Enter 或者是 Ctrl Click 把它開啟在後面，這個時候這個視窗事實上就會關閉。可是我們如果用背景開啟的話，它會保留這個視窗一直開啟，因此我可以把相關的檔案一次性的把它全部打開。打開完畢以後呢，再來逐一到每一個分頁去做一些編輯或瀏覽。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 OBS07 要開啟在背景呢，就是按下 Alt-O， 它在背景就會把這個檔案開啟起來，然後這個畫面呢，它還保持着開啟的狀態。接着再開啟這個 OBS79， 它又開啟在後面，因此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把需要的檔案呢全部都開啟起來。搜尋模式的變更除了使用命令前綴，還可以使用快捷鍵。你可以在快捷鍵設定裡面去針對每一種不同的搜尋模式呢，可以去綁定一個快捷鍵，可以用快捷鍵的方法來做切換。但是快捷鍵記太多了，通常都會記不住，因此我會建議還是直接用這個命令前綴，因為這一些命令前綴都是可以自己做設定。只要進入設定，然後進入社群外掛，然後找到 Quick Switcher， 就是這個 Another Quick Switcher， 進入設定。在這邊呢，它不同的搜尋的模式都可以做不同的設定。比如說這個最近檔案的搜尋，在這個地方你可以設定命令前綴，它預設是用冒號1，那我把它改成用斜線 R， 因為斜線就不需要再按 Shift 鍵，會少按一個按鍵，我個人覺得會比較快速，因此我把這個命令前綴給改掉了。不同的搜尋方法你都可以自行定義一個命令前綴，這個是最新檔案的搜尋，檔名的搜尋可以自己去設定命令前綴，還有它排序的方法也可以做一個變更。這些排列的方法在我的解說文章裡面有把它列出來，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這個 README 來檢視，或者是看我的解说文章也可以。在下面我有做了一個匯总，最新檔案
的搜尋它預設是用冒號1，排序的方法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來做排列的。然後檔名呢是用冒號 F。它的 Landmark Search 就是地標的搜尋它提供了更多的搜尋的方法，除了檔名以外，還有標籤、標題、連結，通通都可以來做搜尋。因此你有比較複雜的搜尋，可以使用 Landmark Search 來做更完整的搜尋，因為它連標籤跟標題都可以來搜尋。然後你的收藏的檔案加了星號的這些檔案的搜尋，就可以用冒號 S 來做驅動，還有連結也可以做搜尋，還有反向連結也都可以來做搜尋，可以去綁定快捷鍵，也可以用命令前缀。搜尋的標的物就有個檔案連結或者是反向連結。那剛剛講到的排序的方法，總共有這些參數可以使用，比如說檔案大小也可以來當做排序的一個基準，因此你有需要的話，可以照設定指定不同的排序的方法，它的功能非常的完整。第三個要介紹的外掛是 File Tree Alternative， 它是用來取代檔案瀏覽器的。我們最左邊的這個檔案瀏覽器可以用這個 File Tree Alternative 來取代。那它會呈現的方法就是像我們現在熒幕上面看到的，類似從前 Evernote 的呈現的方法，就是把資料夾跟檔案呢區分成2個窗格。在最左邊這個呢，就是完全是目錄，也就是資料夾的部分，可以點擊資料夾看到下一層的資料夾，然後同時可以把每個資料夾裡面的檔案數可以把它給顯示出來。這個數字你可以去指定是只顯示筆記的檔案，或者是所有檔案都要出來。這邊是指定成是只顯示筆記的個數。如果你把某一個資料夾關閉起來的時候，它會把裡面所有的檔案呢全部的數字都顯示出来。比如說這個興趣這個資料夾，現在目前看到有1374個檔案，但是如果把這個資料夾給開啟起來，你就會發現它變成是36，表示直接存放在 300-R 興趣的資料夾呢裡面的這個檔案呢有36個，其他的1000多個檔案呢是分別放在裡面的子目錄裡面的。然後在檔案這一邊它有一些選項，你可以去把它給啟用起来。那我是建議大家把它給啟用起來，你可以去指定是不是要顯示子目錄裡面的檔案。如果你把這個功能給開啟起來的話，你點擊了某一個目錄以後，不需要去點擊這個子目錄，所有這個子目錄裡面的檔案呢也全部會在檔案的窗格裡面呈現出來，這個是可以自己去設定的。還有呢，它的檔案窗格的排序也多了檔案大小的排列的方法，標準的檔案瀏覽器的排序沒有檔案大小的排序的功能， File Tree 呢提供了額外的排序的方法。還有你可以把是否顯示目前開啟中这個檔案在檔案瀏覽器裡面位置的功能給加上來。如果你加了以後，你只要點擊一下，它就會根據目前開啟中的使用中的筆記，直接把它切換到它的這個位置。像這個，它就馬上找到 OBS-79 這個檔案了。我覺得很方便的一點是它過濾的功能。在檔案窗格裡面，如果點擊了搜尋的按鈕，可以輸入一個字串，它會把檔案符合的內容才留下來，不相關的呢就會消失了。比如說我輸入了 index 以後，目前檔案窗格裡面所有的檔案呢，它一定就含有 index 這個名字，其他的檔案呢就會消失了。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過濾的功能。當我們需要找到某一類相同的檔名的時候，用這個功能就可以很快的找到需要的檔案了。同時它也有在資料夾裡面直接新增筆記的功能，如果我們點擊下去，就可以直接把某一個筆記產生在目前開啟中的這個資料夾裡面。但是我覺得它有幾個缺點，它的資料夾如果也有現在很流行主題都有用彩虹的樣式，會更加的美觀。比如說现在用的這個主題，它就有資料夾可以指定成是這種彩色的樣子，那這樣看起來五彩繽紛的會更美觀。目前它是沒有辦法做設定的。還有它的檔案窗格，它的水平或者是垂直是必須在設定裡面來做選擇的。我們看一下它的設定，輸入 tree 找到它的選項，它的水平跟垂直的顯示是必須在設定裡面來做的。希望它將來可以提供拖拉，只要用拖拉的方法就可以用水平或是垂直，這樣子會更加的方便。然後還有幾個設定，順便一提 ，Show Root Folder 沒有啟用的話，放在根目錄下面的檔案就沒有地方可以選擇了。那因此要記得，如果你的根目錄下面有檔案的話，記得要把它給開啟起來，才有辦法顯示根目錄下面的檔案。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Review Active File in File Tree Button 也把它啟用起來，那這樣子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切換到目前編輯中的這個筆記在這一個樹狀結構裡面的位置，那這樣對於我們找檔案可以比較方便。然後第四個要介紹的外掛就是 Quad Outline， 也就是目前右邊看到的這一個外掛，在 Obsidian 111這一期影片裡面已經介紹過了，就不再做特別介紹了。它比原來的
大綱的窗格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建議大家使用 Quiet Outline。接着我再來講如何用這一些社群外掛把核心外掛給取代掉。這個方法也很簡單，就是進入核心外掛，在核心外掛裡面呢找到對應的功能，比如說 Command Palette 要用 Better Command Palette 来取代，因此我們就把它給關閉。檔案瀏覽器要關閉的話，就是找到 Files 也一樣把它給關閉掉。還有這個 Quick Switcher 快速切換呢也把它給關閉。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Outline 可以把它關閉，在上一次影片裡面已經把它關閉了。那這樣子就可以把這4個核心外掛給關閉了。如果你希望某一個核心外掛也一樣呈現出來的話，就是不要把它關閉，也一樣開啟起來，但是呢到快捷鍵設定裡面去把它的按鍵給設掉。如果你希望原來的这一些核心外掛仍然保持着開啟狀態的話，就是把這個關閉不要去取消，讓它同時存在。我們把它給開啟起來 Command Palette 把它啟動起來，檔案瀏覽器也啟動起來，然後呢 Quick Switcher 也給它啟動起來。啟用起來以後呢，記得再到 Hotkeys 裡面把它預設的按鍵給關閉，比如說找到這個 Switcher。那原先我們的 Quick Switcher就把它的按键給改掉。原先我們使用這個 Another Quick Switcher 把它設定成原先系統用的 Ctrl O， 那原來核心用的 Ctrl O 呢就改成別的按鍵，比如說我這邊就改成 Alt O。原先系統提供的核心外掛跟社群的外掛同時都存在，可以根據我自己的需要來隨時來做切換。這個就是我今天介紹的這4個可以取代核心外掛的社群外掛，它的功能可以說比核心外掛強了很多。希望今天介紹的這幾個外掛能夠對大家在操作 Obsidian 上面提供更大的幫忙。那如果你覺得我介紹 Obsidian 的內容對你在操作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記得訂閱、分享、按讚，謝謝各位。